新房装修，在家具的选择上，尺寸并不是越大越好。比如方形大茶几、L 型转角大沙发、2米以上的卧室床等等，它们既不好用，又占地方，而且价格也贵。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家居用品以及家用电器却是越大越好用。比如我下面要分享的这8个东西，建议你买大不买小。1. 电视的尺寸要大。虽说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的冲击下，电视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但有一说一，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中的刚需电器。如果客厅背景墙不挂个电视，总觉得少点什么。所以我的原则是，电视可以不买贵的，但尺寸一定要买大的。一方面是因为大屏幕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画面的沉浸感都是小屏幕无法体验到的，另一方面即使不看，挂在墙上也显气派。所以说千万别去相信什么按照户型选尺寸，那就是伪命题。记住，预算范围内能买85寸的就不选75寸的，户型再小也不要低于65寸。2. 瓷砖的规格要大。家里装修，瓷砖一定要有，用过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地面瓷砖还是墙面瓷砖，尺寸规格越大，意味着缝隙越少，铺贴完的效果越大气。所以就地砖来说，除非你家是小于100平的户型，不然尽量选大尺寸，比如750×1500这个规格，目前也是公认最上档次、最出效果、最好看的比例。当然预算吃紧，退一步选择800×800规格的通铺，人工费和价格都会省很多。最不推荐的是600×1200规格的，价格贵不说，铺贴完还显小气。在我看来，这个尺寸更适合铺贴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墙面，高度2.4米，顺着贴刚好2片砖，不仅显高，而且缝隙少，卫生好打理，也显大气。3. 油烟机的性能要大。买厨房油烟机，不是牌子越大，价格越贵越好。其实衡量一台油烟机好坏，主要就看吸力、风压和油脂分离度这3个性能参数。原则上来说，建议选大不选小。比如吸力越大，意味着排油烟的性能越强，所以排风量一定要大，建议至少要选择18立方米每分钟以上，即使爆炒也毫无压力。风压越大，代表着排烟动力越足，特别是高层住宅，建议至少选择400帕以上，才能避免油烟倒灌。此外，油脂分离度越高，后期清洗烟机越省心，使用寿命越长，建议选择92%以上的。满足以上这3个条件，即使1-2千元的机器一样好用。4. 冰箱的容量要大。冰箱的容量真的要选大的，特别是经历过疫情的特殊时期，日常囤粮囤菜成为了家常便饭。很多选择小容量冰箱的家庭，因为食材放不下，只能被迫再去购置一台冰柜。所以有过惨痛经历之后才发现，大容量的冰箱才更实用。像我家目前就是一台450升的大容量冰箱，囤货能力简直没话说，塞满之后够一家人吃上1个月的。很多人担心食物在冰箱存放太久会不新鲜，其实现在冰箱的制冷技术一直在提升，好的冰箱在锁水、保鲜方面完全没问题。比如目前的双制冷循环的10字门或法式多门冰箱，不仅容量大，而且还有分区储存空间，在除菌净味方面也技术先进。5. 水槽的尺寸要大。对于厨房洗菜盆的选择上，是装单盆好用还是双盆实用，一直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不管是单槽也好，还是双槽也罢，只有能放下炒菜锅的才实用。所以说，如果你家是小厨房，台面空间有限，建议首选75厘米以上长度的大单槽，刷洗大一点的锅碗瓢盆也没问题。如果不受台面空间限制，可以选择90厘米以上长度的双槽，单边尺寸45公分以上也能摆下锅具，另一边用来沥水洗菜，更干净卫生。另外，水槽建议安装台下盆，比台上盆好打理卫生，比台中盆更美观，再搭配个抽拉龙头，方便后期清理水槽卫生。6. 柜子的收纳空间要大。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子过久了，东西会越来越多。如果收纳储物柜不够用，家里的杂物就会到处堆放，不仅显乱，还不够整洁。所以，不如装修前就把家里的柜子做大一些，这样收纳的空间也就越多。比如说，入户的鞋柜、餐厅的餐边柜、厨房的橱柜、卫生间的浴室柜、卧室的衣柜等，能做通顶就不留空，多加几组抽屉，收纳也更方便。另外，建议首选定制，不买成品。定制可以根据空间尺寸合理规划，布局更灵活，收纳空间也更充分。比如说，鞋柜可以设计活动层板，摆放不同季节的鞋子，可以随时调节高度。衣柜内部空间也可以设计多座挂衣区，比叠放区更实用。7. 空调的匹数要大。要知道，空调的匹数越大，制冷的效果越好，升温降温的速度也越快。所以，
千万不要为了省几百块钱去选择小匹数的空调，特别是面积比较大的房间，装个小匹数的空调，那就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不仅起不到制冷降温的效果，而且还很费电。所以不管你是装壁挂空调还是柜机，都建议你根据房间面积选择买大半匹或一匹更为合适，后期使用起来也比较舒心。当然，如果空调使用频率高，想省电建议首选变频1级能效，如果不经常使用，想省钱可以选择定频空调。8. 洗碗机的套数要大。家用洗碗机虽说不像洗衣机那么普及，但却是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电器。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我的建议是套数选择上买大不买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家里人口少，买个6套或8套的基本也就够用了。但是你别忘了，一顿饭下来可不单单只有餐具和碗碟要洗，还要有锅具和炒菜勺要洗。洗碗机的套数太小，意味着容量就小，大一点的锅具还要手洗，根本不能彻底解放双手。如果要装，就买13套以上的大容量，一次性把锅碗瓢盆都能扔进去，才更省心省力。如果担心餐具少的时候耗时常费水费电，可以选择带分层洗和快洗功能的。此外，选择有存储杀菌功能的洗碗机更实用，省去单独再装消毒柜了。有一说一，现在的国人都有厉行节俭的习惯，恨不得什么东西都要重复利用。不可否认，这种传统美德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时间久了，家里就会有各种堆积如山的杂物，不仅会影响家中的干净整洁度，还会让心情变得很糟糕。尤其是厨房这个区域，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有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本期小东就带各位做一次断舍离，把厨房里不该留的东西全部扔掉，绝非迷信，都是有所依据的。1. 发霉变形的木筷子。相信大部分家庭的厨房筷笼里都是木质筷子，因为和其他材质筷子相比，木筷子有轻便、好夹菜、不易滑落等优点，同时也方便清洗。虽说木筷子好用，但自身缺点也比较明显，洗完后放在筷笼里很难晾干，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发霉的现象。而且不管你是深度清洗还是用开水蒸煮，都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扔掉换新，原因是因为木质筷子一旦发霉，就滋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细菌，长期使用这样的筷子就容易出现肠胃不适、拉肚子等问题，对咱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小东建议家里有使用传统木筷的，要做到经常消毒，并且最好放置比较干燥的地方存放。发现筷子上有霉点或霉斑的，要及时扔掉换新，建议3到6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2. 没有涂层的不粘锅。现如今，不粘锅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必备品。用过不粘锅的人都知道，它的优势就在于那层防锈涂层，一旦涂层掉落，最好别用了。原因如下：首先，不粘锅的涂层脱落后，就容易导致不粘锅受热不均，最终的结果就是食物在烹饪的过程中出现黏糊的情况。其次，表面涂层掉了后，就会在炒菜的过程中日积月累各种油污，后期清洗起来也非常困难。另外，掉落的涂层在高温的作用下，还有可能污染到食物，有可能会危害到健康，得不偿失。因此，小东建议家里有掉了涂层的不粘锅，还是要尽快处理掉，不要心疼。另外，家里正在使用的不粘锅也要注意保护好涂层，尽量不要用金属锅铲以及铁刷清洗。3. 长期冷冻的食物。都知道民以食为天，自从冰箱问世后，家家户户都会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咱们都知道，冷冻过的食物虽然能吃，但并不代表好吃，这完全是两码事。特别是一些蔬菜类的，比如说生菜，冷冻后的口感就像塑料，根本也嚼不烂。还有煮熟的肉类，烹饪过程中水分会大量流失，所以解冻后口感会变得极差。因此建议大家最好隔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冰箱，看看是不是有放进去很久或者早就过期了的冷冻食物，千万不要不舍得，尽快扔掉，因为长期存放在冰箱里也会滋生大量细菌。小东建议有些食物冷冻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变质、发臭的情况，所以如果发现气味不对，千万不要食用，马上处理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不建议长期食用冷冻的食物。4. 脏兮兮的抹布。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擦东西的抹布是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清洁工具，尤其是厨房里的抹布特别多，很多人用完之后就会摊在厨房台面上，或者丢在角落里，等下次想用的时候就用水冲一下，再接着用。而且还有不少人明明发现抹布已经破损严重，发黑发霉，甚至还会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还是不舍得扔掉，以为洗一洗之后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殊不知高频使用的旧抹布堪称细菌培养基，
上面已经有了数亿千万级的细菌，为了远离疾病和家人健康，劝你要尽快处理掉。小东建议，抹布虽小，但使用频率很高，千万别忽视卫生问题，建议日常要定期通过煮洗和暴晒等方式进行消毒。另外，使用后要及时清洗，并摊开晾干，出现破损或发黑情况要尽快扔掉换新。5. 有明显发霉的菜板，除了木质筷子外，相信大多数家庭常见的还有木质的菜板。木质菜板好拿又好用，承重性也好，但木质菜板和木筷子一样，用久了就会发霉发黑，而且看上去特别脏。这个东西一旦发霉，就会滋生大量的病菌，而且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发霉的菜板还有更厉害的黄曲霉素，它的危害自然不必多说。所以木质菜板发现开裂发霉的情况，千万别犹豫，直接扔掉，不要还想着通过什么阳光暴晒深度清洁后再重新使用。小东建议，综上，有明显发霉的菜板建议尽快处理换新，千万别为了省小钱再危害到健康情况。另外，家里如果使用木质菜板，建议清洗时最好撒一把盐，既能起到消毒作用，同时也能让菜板清洗更干净。此外，担心木质菜板用久发霉，可以选择不锈钢菜板，后期使用可以省心不少。6. 缺角或有裂纹的碗碟，就是家里的碗碟有部分出现缺角、缺口，或者是有明显裂纹的，要及时扔掉。这种情况在我们老一辈的家里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老年人都比较节俭，会觉得碗碟虽说破了个口，但并不影响使用，让他们扔掉自然会很心疼。但殊不知，缺口破损的碗碟危害极大，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一个不留心，搞不好就会割破手指或者是嘴唇，得不偿失。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破损的碗碟寓意也不好，长期使用也会认为不吉利。小东建议，现在的碗碟价格都不高，一般家庭都能消费得起，所以没必要节省。发现有破损缺口的碗碟，还是建议尽快扔掉换新。结语：如果你家的厨房也有以上6样东西，建议尽快处理扔掉，真的不用心疼。断舍离之后，你会发现厨房里也会变得更加清爽干净，同时也为做家务减轻了负担。视频最后也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厨房里还有哪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留的呢？装修最怕什么？不怕过时，就怕踩坑。因为装修就没有不过时的，但装修一旦翻车踩坑了，入住后全是问题。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7个只有入住后才发现的装修坑，都是装修小白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劝你要耐心看完，哪怕少踩一个都是好的。1. 地面柔光砖。近些年家庭装修流行做无主灯设计，灯光有层次，同时还能增加氛围感。很多人会告诉你，无主灯不能铺亮光砖，地面会有光斑，于是乎就买了柔光砖，结果入住后更后悔了，发现地面好像永远都擦不干净的样子。我猜你大概率是买错了，跟风买了便宜的柔光砖，市场上4、5、11片的都是柔抛砖，不仅不耐磨，还非常难打理。真正肌肤釉面的柔光砖根本不会渗污渗色。2. 衣柜一门到顶。衣柜做一门到顶设计，确实美观大气，也很符合极简的装修风格。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一门到顶衣柜最大的问题不是材料费贵，而是门板会变形。衣柜柜门做一门到顶，即使你加了拉直器，过个3、5年也会变形，关不严。花高价定制个未来有隐患的东西，不知道你图个啥。再说了，这个衣柜做分体设计，它就真丑吗？价格便宜不说，关键是它稳定不变形啊。3. 肤感膜柜门。肤感膜柜门确实很美，摸上去光滑细腻，质感一流。但是听我一句劝，千万别用在橱柜上，厨房是个重油污的地方，肤感膜柜门一摸一块污渍，全是手印，后期搞卫生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其实要说抗污能力，还得是高光柜门，沾上油污一擦就干净。不过高光柜门也存在不耐划痕的缺陷，要我说，橱柜柜门还得是双饰面，既便宜又抗造。4. 吊轨推拉门。厨房做吊轨推拉门，想着颜值高，地面无轨道，卫生也好打理，但装了以后，你才发现吊轨门除了效果好看，其他全是缺点。首先，吊轨门密封性就差，因为不能完全落地，离地会有1至1.5毫米的缝隙，根本无法阻隔厨房的噪音和油烟。其次，稳固性也不行，因为自身重量原因，时间一长还会有下坠晃动的情况，还有价格贵，维修率高等诸多问题。所以说，千万别为了颜值去牺牲实用性。要我说，超薄轨道的地轨移门才是首选，不仅稳固性高，而且不会积灰藏污。5. 隐形踢脚线。都告诉你墙面做隐形踢脚线，说是不落灰，好打理卫生，但是我奉劝你，没有钱咱别硬上，
做过的人都知道，隐形踢脚线要想达到完美效果，墙面冲金找平，刮大白费用至少多花1万多，不然后期全是瑕疵，踢脚线与墙面衔接的地方全是大缝子，根本没法看。所以说预算不高，咱就用木质踢脚线明装，选和门框同色的，高度选4至6公分的，效果一点不差。6. 岩板一体盆，卫生间浴室柜装岩板一体盆，是真心不实用。别看它颜值高，整体性好，但是入住后你会发现，这玩意用起来是真糟心，台盆浅，下水慢，易溅水，这些毛病抛开不说，关键是它这个所谓的一体盆，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这就导致它这个盆底边缘处都是卫生死角，根本擦不干净，而且时间久了还有开裂掉底儿的风险。要说浴室柜最实用的，还得看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卫生好清洁，用着也省心。7. 浅色环氧彩砂，环氧彩砂的质感美缝剂是达不到的，特别是配合哑光瓷砖，做好了有种缝隙消失的美观，因此很多人宁愿多花钱也要选环氧彩砂。但现实中做环氧彩砂翻车的也不在少数，大多数是因为选了浅色，尤其是白色环氧彩砂，基本上没过半年就出现变色发黄的情况，特别是像阳台有光线直射，或者是厨房油污重的地方，变黄问题更加严重。如果不想踩坑，切记浅色的瓷砖一定要用聚尿彩砂，才会达到缝隙消失、永不变色的效果。结语：记住，装修不要盲目跟风，特别是一些流行的网红设计，花钱多还不实用，与其去追求一些潮流，不如选择适合自己的。一切以入住后的实用性为主，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踩坑。家用电器可以说是每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对于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大多数人会选择在网上购买，毕竟动手指就能完成，不用东奔西跑的亲自去实体店，更加方便省事。但是对于一些大件的家电产品，太多人拿不定主意，到底能不能网购，线上买的跟线下实体店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区别？前段时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碰巧有一个同学毕业后就在家电行业工作，他告诉我说，一般主流的家电品牌生产出同一个产品，会用3个不同的型号命名，分别是线上型号、线下型号和专攻型号。家电厂商故意把型号岔开，为了就是防止渠道之间打价格战。因此很多人会发现，网上有些型号在实体店你根本找不到。那么买家电到底是在网上买还是到实体店里买会更好？来听听我老同学怎么说。先说线下实体店，线下型号一般都是外观略显华丽、功能完善的产品，理由也非常简单，品牌方也知道选择线下的大多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一般不喜欢网购或根本不懂网购的人群，而且经济比较稳定，有一定的支付能力，这类人群更注重线下实体的服务，很好的产品体验，包括一些产品新功能，还有销售人员热情的讲解等等。其次，之所以线下产品比线上卖的价格贵，也有一定的原因，毕竟还需要支付房租、人员开支、活动费用等等，没有一定的利润是难以生存的。再说线上型号，首先就是价格必须敏感，比线下价格便宜是肯定的，不然消费者就失去了网购的意义。家电厂商也知道，现在线上的人群画像肯定是年轻人居多，他们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外观、主要功能，且喜欢对比参数数据，所以线上产品通常科技感强，外观时尚，再砍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配置，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理论上来说，只要型号一样，质量就一样，这和线上线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便宜很多？因为对于厂家来说，线下实体店型号的客户是各地的经销商，而网上直营型号的客户才是咱们普通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然就更便宜。最后说下专攻型号，说白了指的是某宁专攻、某猫专攻、某美专攻、某东专攻等产品。既然是专攻产品，那就得稍微改造一下，再拿去给那些大平台销售。所以如果你去对比，不难发现产品只是型号不一样而已，基本上就是多个字母、少个字母或大小写不同。再比如像某宁的产品后缀加个 S， 某东的加个 D， 某美的加一个 G 等等，这些就是渠道包销机了，你只有在对应的渠道里边你才能买到，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不过大家放心，大平台之间的竞争极其充分，即使是专属产品，他们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只是规避了同品比价，还有活动力度、活动档期的不同所带来的麻烦。至于大家去逛线下实体店时候，商场的导购会和你讲，网上的产品不如线下的质量好，机器重量不一样，选材用料也不一样，
可能还会买到翻新机等等，这些通常也都是他们的销售技巧罢了。为了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其实产品就一个核心点，一个大品牌的家电厂家，它只会分渠道、分马甲，不会分质量，因为没有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厂家不懂，只有品控一样才叫品牌。至于线上价格便宜，是因为卖的是翻新或返修机，这个纯属无稽之谈。如果你把翻新机敢当正品在线上卖，那么第一台就会被你的同行买走，然后大肆宣传炒作，搞臭你这个品牌。5、关于线上线下产品安装售后是否有区别？首先，流程是一样的，你不论是选择线上还是线下购买，都是按照我们所在地区的仓储物流统一安排送货，然后再安排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其次，不管你是线上购买、线下购买，你会发现其实安装和送货通常都是同一伙人。至于质保售后问题，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买的是同一个品牌，售后服务肯定是一样的。而且，如今大的家电品牌都有全国统一的服务电话，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打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进行检验维修。6、总结一下，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购买家电产品，首先质量肯定是一样的。如果你对网购不是很精通，更乐于享受线下产品体验感，以及导购员1对1热情的服务，还有线下商场高大上的购物环境，那你可以去实体店买，价格贵一点也很正常。你觉得贵那一部分是被房租、水电、人员、装修等费用吃掉了而已。喜欢网购的一定要买线上型号，由于它这个运营成本低，价格确实便宜，但一定不要在网上买线下型号，网上的价格就是给实体店打掩护的，实体店的实际成交价会比网上低很多。如果真有人到网上买原价，那就是能坑一个是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问我同学，线上型号和线下实体店型号性能差别大吗？他告诉我说，其实家电功能比较单一，只要参数差不多，差别就不大，颜色和外观一样，只有型号不一样，目的就是让你无法在各个渠道之间比价而已。客厅对于一个家而言，既是门面担当，也是家庭的活动中心区域。房子装修能否显好，客厅是占很大比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更多的心思在这个区域上面。本期根据小编过来人的装修经验，为大家总结客厅的8步装，不是胡说八道，都是经验教训。1、瓷砖波导线布装前几年特别流行欧式风格和美式风格，所以客厅瓷砖都加了波导线设计，原因是波导线更能凸显欧式美式风格的装修效果。但是目前来看真的土到不行，而且波导线把空间分隔得更小了，特别不适合小户型。费钱不说，家具放置好还挡上一大截，真的是越流行的东西淘汰越快。小编建议家里基础装修的主材越简单越好，选择统一颜色的瓷砖通铺，空间也显得更大，审美角度上也越长久越耐看。2、落地式鞋柜布装。说到落地式鞋柜，那真是吃了不懂生活的亏。当初装房子的时候，设计师给设计的这种顶天立地式鞋柜，看起来很简约大气，又没有卫生死角，好打理卫生。但是入住后，每次回家进门换鞋都需要开关鞋柜，出门的时候再从鞋柜里把鞋拿出来。后期真的懒得收和拿了，鞋一脱直接堆在门口，显乱的不得了。小编建议把鞋柜底下做成悬空15至20公分的，进出换鞋更方便，也显得立正很多。其次，鞋柜内部也要根据自己鞋子的尺寸预留好高度，最好做成可调节可活动的隔板。另外，柜子中间位置做留空，可放置包包和钥匙，最好再加个隐形灯带，效果更好。3、壁纸布装。当初装修的欧式风格，选择的是表面带纹理感的壁纸，整体效果在当时也确实可以称得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但是使用了几年后，壁纸的弊端也渐渐显露，比如壁纸接缝处有明显的开缝和起翘的情况，后期甚至出现了大面积脱落的现象，非常闹心。小编建议可以选择乳胶漆和壁布代替壁纸，乳胶漆性价比高，环保也好，壁布更显高档，而且对墙面开裂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4、复杂的吊顶布装。早些年装修的时候，大多数家庭都选择做吊顶设计，而且客厅的吊顶设计也是整个装修设计里的重中之重。那些层次复杂、造型繁琐的吊顶设计，也让整体风格看起来更显气派。但是现在的住房普遍层高不高，复杂的吊顶设计就会显得空间很压抑。而且当下流行的是极简风、侘寂风，家居设计也趋向于简单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繁从简的设计，复杂的吊顶就是其中之一。小编建议，除去做中央空调的家庭，
建议做平顶吊顶和简单的石膏线吊顶，干净利落还不积灰。5. 过于复杂的背景墙布装。当初在选择背景墙设计的时候，小编真是下了一番苦功，在网上找图看，网友分享，最后为了效果咬牙，选择了岩板配格栅的设计，呈现的效果也确实很大气，但也挺费钱。入住后虽然觉得很好看，但是经不住审美疲劳，而且复杂的背景墙过时的也快，并且这种设计也占用空间，不太适合客厅小的户型。后期想换，估计也舍不得当初花的钱。小编建议，当下人们下班回家后，基本都不看电视，大部分时间都在刷手机，所以简单的刷个乳胶漆，再配个悬空电视柜。想要储物空间多，还可以在边上加上一组柜子。这种设计既不占用空间，还实用，同时又好打理卫生。6. L 型沙发布装。说到选沙发，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要更舒服的葛优躺，瘫在上面，所以选择了 L 型沙发。但是 L 型沙发实在太占地方了，本来客厅就不算大，沙发进来之后更显小了，感觉堵得慌，而且效果也显得很死板。小编建议小户型客厅，特别是3口之家的家庭，建议首选直排沙发，让客厅显着宽敞明亮。想要休息，也可以在旁边配个按摩椅，在上面看书玩手机也更舒适。7. 开放式柜体布装。真心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做开放式柜体，谁做谁后悔。当初看电视剧里都是开放式柜体，里面放上书和装饰品，看起来很有格调，但是真正使用起来，那叫一个难打理，让人欲哭无泪。首先，小编我不是一个勤快人，其次，开放式柜体积灰严重，打扫卫生非常麻烦，平时打扫还需要把东西拿出来一个一个擦，然后再把东西摆回去，非常累。小编建议做带柜门的封闭式柜子，如果觉得闷的话，也可以按柜体面积80%做封闭，20%做开放，极出效果又好打理卫生。8. 水晶吊灯布装。水晶吊灯的缺点，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用过的人都知道，好看是好看，但是打理超级费劲，特别是造型越复杂的水晶灯，越是难打理，而且你不擦的话，还会影响照明亮度，并且水晶灯配件过多，故障率也高。除此之外，水晶灯普遍过重，还有掉落的风险。小编建议，现在流行的现代简约或极简装修风格，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都选择无主灯设计，灯光有层次，更显高级温馨。即使选主灯，小编也建议选款式设计简单的吸顶灯或线形灯，不仅灯光照明亮度高，而且往后的生活中也方便打理卫生。总结一下，总而言之，家装设计除了要好看，也要讲究实用性。事实也证明，越简单越长久，不要盲目跟风。与其说装修紧跟流行趋势，不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装修是个无底洞，咱们就是普通家庭赚钱都不容易，所以一定要把钱都花在刀刃上。有些装修材料够用就行，真没必要一味追求最好的、最贵的，导致后期装修预算无限超支，得不偿失。1. 瓷砖买瓷砖没必要多花钱，并不是让你买杂牌砖、便宜砖，而是一般家庭不必追求一线大牌，甚至进口砖。其实大家完全可以选择国产2、3线品牌的优等砖，质量品控同样有保障，而且还可能买到和一线品牌同一个厂、同一个设备生产的产品，唯一的区别就是品牌定位和知名度不如大牌。小东建议不推荐大家买一线品牌的特价砖，这类产品很可能是代工生产的贴牌货，或者花色已过时。还有，瓷砖想省钱，墙砖可以考虑性价比最高的瓷片代替。2. 乳胶漆。很多人一听到漆就觉得不环保，担心装修污染，花大价钱选择进口漆、儿童漆。其实买乳胶漆，一般家庭选择国产漆即可。环保方面，只要认准国标10环完全没问题。只要是正品乳胶漆，上墙粉刷57天干透后，基本没味道。小东建议不推荐大家选择儿童漆。儿童漆和普通漆相比，只是 VOC 含量少一点而已，质量可能还不如普通漆，价格却是普通漆的好几倍。儿童漆这种贩卖焦虑的东西，真没必要买，根本就是智商税。记住，买乳胶漆一定去官方店或者授权店选购，避免买到假冒伪劣漆或是翻桶漆。3. 灯具。为什么大家都说灯具是暴利行业？主要是线下灯具商家的仓储库房、租金店面、运营成本、运输破损等综合费用太高，导致灯具明明出厂价很便宜，但转手卖给你，价格就会翻了几倍。灯具只是用来照明，只要是带3C 认证，安全有保障，没必要买太贵的。小东建议，灯具想省钱，你可以直接网上买，认准广东中山产地的质量一般不会太差。
中山古镇是国内最大的灯饰批发城，很多线下代理商也是直接在这里拿货的。记得网购时一定选择破损包陪包安装的。4. 水管加装选择普通 PPR 管，价格不贵，性价比最高，一般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很多装修公司为了追求更高利润，推荐业主花大价钱买进口管，甚至是买什么纳米抗菌，管你多花的钱就是在交智商税。小东建议，水管属于隐蔽工程，后期出了问题，维修维护都很麻烦，所以建议要选择一些口碑不错的大品牌，质量更有保障。记得要选择冷热水管通用型，性价比高，更耐用。5. 背景墙各种大理石背景墙，或者是岩板加木格栅背景墙，动不动就上万，烧钱不说，时间久了还容易看腻，过几年想换还舍不得，也不知道当初图个啥。其实越是流行的东西，淘汰的就越快，越简单的反而越不容易过时。背景墙说穿了，只是为了衬托电视的一面墙，花钱太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小东建议：1. 家里人口多，孩子多，可以把电视墙做成一面墙的装饰收纳柜，既起到装饰效果，还能收纳储物，岂不是两全其美？2. 想好看不过时，就直接一面墙漆，下面做一排悬空的抽屉柜，挂上电视或投影，经久耐看，10年20年不会过时。其次，你可能会问，为啥抽屉柜要做悬空设计？因为颜值高，柜子不落地，也方便后期打理卫生。6. 吊顶房子层高低于 2.7 米的，真的没必要做吊顶，降低层高不说，还浪费钱。拿100平的房子举例，木工做吊顶基础材料费至少2000，施工成本费2000，如果做2级棚吊顶费用还会更高，这个钱花得非常不值，住在里面还会觉得压抑。小东建议，如果家里安装中央空调或风管机，完全可以做局部吊顶，满足功能即可，还能省下好几千。另外，觉得顶面太单调，可以选择做一圈双眼皮石膏板，耐看省钱还不过时。其次，双眼皮吊顶最佳尺寸：1层12毫米厚石膏板，2层用双层9毫米石膏板，错层3厘米，按照这个尺寸做出来的效果最好看。7. 玻璃门衣柜首先做玻璃柜门，通常价格就很贵，差一点材料的几百一平，质量好颜值高的甚至达到几千元一平。其次，要想效果好看，必须加上氛围灯光做衬托，而且里边的衣物陈列摆设还得精挑细选，否则就会显得特别的凌乱，毫无美感。还有，玻璃制品是典型的指纹收集器，沾指纹沾灰特别不好擦。小东建议选择普通的平开门，实用不说，价格还比玻璃柜门省一半，性价比最高。其次，衣柜门做成顶棚离地，一门到顶形式，颜值不输玻璃门。还有，尽量选择纯色，不要选套色，看起来更高级。最后，小东给大家总结一下，装修想要不过时，还是尽量要以简洁实用为主。轻装修、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其实很多地方并没必要投入太多，甚至根本就没必要做，能省则省，这样还能减少踩坑的几率。